但其实民进党昨天有一个策略是让韩国瑜不要进来，不要上主席台，因为我们不是占领主席台，为什么？因为主席台已经被占领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是让韩国瑜不要走进去主席台。昨天的表定通知说会议是开到6点，明白吗？所以其实对民进党来讲，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想要挡下这个法案，我等下就要来讲这个法案。那我们为了挡下这个法案，我们是希望不要再往后开会嘛，因为如果到6点之前呢没有延会，因为6点要往后延，延到半夜12点。那如果说你没有再延会下去的话，6点就结束，而且还没有开始讨论条文，那至少我们礼拜五挡住了。嗯，那所以呢，其实后面为什么我说攻防了那么久，接近了30分钟，其实就是希望，就是看能不能挡下，让在6点以前让这个韩院长不要走进去嘛。那就真的差那么一点点，那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大概差了15分钟吧。就是如果我们再多撑15分钟的话，那其实就结束了。那你也不会看到就是我摔下来的画面。那所以呢，就是说，那为什么差那15分钟呢？这个就非常有趣，真的很有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防守两个门一直都防，我负责右边的哦，那就是我们就一直防守这两个门，然后不让他这个走进来嘛。哦，那希望是不是看能够把这个时间拖住哦？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的人数其实相当，那两边都只要有再多一点人的话，那其实呢就会不好打，明白吗？所以呢，第一个他们有多人，他们多人，他们多了谁呢？大家可以猜猜看。没错，很多人猜中了多了我们的国昌，就是多了国昌。嗯，所以呢，就是说，第一个他们多了一个人，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战力并不是说提高多少但总之多了一个人。第二个人就是，不是第二个人，第二个情形是我们有人跌倒。那我们有委员跌倒之后呢，大家知道有人跌倒的时候，通常大家会停下来嘛，对不对？因为怕出人命啊，对不对？如果踩踏什么之类，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昨天后面大概20几个人，所以如果说今天那个倒地了，停下来，大家先把他拉起来再说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民进党的立委，我就不要讲是谁，总之他跌倒。那我觉得关键就在这里，我们那一瞬间呢，停下来要把他拉起来，他们顺势就进去了。明白吗？他们没有在管的，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真的没有在管别人的死活，明白吗？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很对不起大家的事情，就是很明显我们不够狠还是怎样所以呢，就那一瞬间呢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个人的一个反应能力，就是说在那一瞬间，你还是想要赶快先把他拉起来，对不对？就是你不拉起来，那你要做什么？所以呢，就是说真的，我说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但总之事情就这样子了所以呢，我们就撑到我们在6点之前又做了很多动作，但不管怎样，还是让韩国瑜成功的宣布要延会到12点。那其实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延会是民众党提的，是民众党提，然后再说 OK，然后表决，然后就这样过去了。那过了6点以后，那就表示战场又多了6小时。那战场又多了这6小时，那你该怎么办？那你就只好继续，就只好进入条文了。那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准备，我们对于为什么在早上我们要那么早冲进去，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登记发言，我们每一个人针对每一条都去登记发言。那这个我在之前的影片就有告诉大家，我们去登记发言的时候，你每一个人发言虽然只有3分钟，但51个人是150分钟，是2个多小时。如果你有很多条文的话，你一沉下去，它一定超过12点，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的方式。那这个在国外大家应该都知道叫 filibuster。所以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是说我那时候在影片里面也有告诉大家，就是说我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反制的这个方式，OK 但是这个有一个隐忧，就是院长其实是有权利说不要再讨论了，我觉得你们讨论已经差不多了啦，这都在讲来讲去都在讲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停下来？我说我最怕就这个样子，我怕韩国瑜做这样的事情。那的确，他就真的做了。你要买，他就真的做了呢。他什么时候做的呢？他现在就是我们要立法委员职权行使法，就他们讲的国会改革的这个法案。他说我们先来广泛讨论。那广泛讨论之后呢，就是先这个请了钟嘉宾委员上台再请吴思瑶委员站台，那是我们当时签的这个顺序那第三个就是我。结果呢，他们在
让钟嘉宾跟吴思瑶两位委员发言完之后，才过了6分钟，就说：这个提案说什么要这个国民党提案要停止讨论，就是停止广泛讨论。广泛讨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天有一个这个法案，这个法案现在要二读了。那这个二读呢，逐条等一下一条一条我们要讨论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广泛讲一下大家的意见，因为有时候讲完之后，搞不好大家就觉得，对这个应该要改吧，所以那个叫广泛讨论。那广泛讨论，尤其是对于什么本来不是委员会的人也很重要，因为大家还记得委员会中心主义嘛？假设你本来在委员会讨论的如火如荼，然后就把这个东西送出来啊，我们讨论完了，该修的都修了，然后送到院会。那送到院会，还有很多人没看过这个法案呢、因为这些人没有去参加那个委员会啊，因为大家都分配在不同的委员会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在院会就是他看了一下，觉得不对耶，这边应该怎样，那边应该怎样，所以就上去发言，这叫广泛讨论那我就也顺便告诉大家了，大家还知道我们在吵那个修正动议嘛，对不对？其实修正动议最长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广泛讨论以后，就是我先广泛讨论，对不对？那我广泛讨论了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对当时怎么漏掉这一个？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讨论那个军审法，那军审法里面呢就讲说，罚站也是一种处罚的方式，结果呢，假设有一个委员就上台说，我以前做海军的，海军没有在罚站的啦，那个海军那个这战斗都不稳了，怎么会罚站？你定这个罚站有没有？这个看起来很合理，但是海军就不合理啊。结果大家一听，也对我们当时怎么没有想到呢？有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就可能会针对这一个法条提出一个修正动议，说，是不是这边的文字啊，什么这个稍微修改一下这个叫修正动议。所以修正动议其实不会修正很多，它都是大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觉得对对然后这样一直加上去。有时候呢是什么？因为大家知道从委员会一直到院会就二读，中间有一个党团协商，党团协商其实常常都是修正动议的来源，就是在党团协商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现这边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这边应该有什么，那我们那既然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在二读的时候就针对这个来提一个修正动议，好不好？像这样子。所以修正动议是这样来的，这才是修正动议的价值。所以我必须告诉大家，没有人在修正动议提一个新法案的，因为你在修正动议提一个新法案，那你前面在讨论啥？你前面弄了一个法案，然后弄了那么多，那你在修正动议几乎提了一个全新的东西，那个不叫修正动议啊，对不对？那所以呢，为什么我当时在骂，我就说修正动议在哪里？因为修正动议这件事情是他们先对媒体放出来的风声，说黄国昌委员跟这个翁小玲委员要写一个综合的版本。我想说，你要弄一个综合的版本，你为什么不在委员会弄啊？你委员会不弄，你到院会弄要干嘛？委员会中心主义就是到委员会讨论啊。大家知道为什么他需要做这件事情？理由很简单，因为提国会改革方案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十几20个应该有。太多了，然后每一个人的条号都不一样，然后条文彼此要么就重复，要么就矛盾，全部乱七八糟。因为每个人都提了自己的国会改革，那像这种时候呢，本来在委员会就应该要干嘛？应该讨论完啊，在这一条，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应该采那个谁谁谁的版本这边采那个杨琼英的版本，这边采傅昆萁的版本那其他的呢我们就不要有争议。好，那这一条呢我们就怎样？我们这一条原则采傅昆萁的版本，但是我们后面是不是加一句这个谁谁谁的话？就是这个才是委员会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他们委员会有做这件事吗？全部矛盾的法条有处理吗？我跟你讲，有2个事情没有处理。第一个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条文根本就搭不起来，矛盾。那矛盾之后呢，在委员会要处理的时候呢，我们就举手说，我们觉得有问题，我们要发言。吴宗宪就说，沈伯洋跟李博义，那时候我们2个人说我们要发言嘛，他们还用表决的方式要讨论我能不能发言，是最诡异的事情。我作为一个立法委员，我对这个修正案，然后我有刑法的专长。然后呢，我有法律的专长，那我针对这件事情我要发言，结果你们现在想要举手表决让我不要发言，不是莫名其妙吗？所以呢，简单来讲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很过分就是说，我们要发言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让我们发言，那不让我们发言之后呢，他就开始干嘛？就是之前这边很多听众都已经知道了，他们就开始念条文，在委员会念完条文之后呢，然后就说好吧，那这条保留，送党团协商。没有讨论你要怎么送党团协商，你一定是讨论完之后知道争点在哪里。譬如说，有人主张这边只要罚锾，
有人主张这边要罚则，有人主张调查要院会，有人主张调查可以摆在委员会。你要把争点整理出来嘛？整理出来之后呢，说好，现在很明显，这几群人认为要罚款，这几群人认为要什么罚那个坐牢。好，这两边的确有冲突跟矛盾。好，那我们针对这个争议，我们保留，但是他们没有争议的部分，我们通过，这样才叫讨论吧？结果不是啊，从头到尾他们就是念法条，念完法条之后呢，我们举手发言，他们当作视而不见。所以因为法条超多，不是刚刚跟大家讲嘛，因为条文太长了，太多了，总共就是搞了7个小时。我个人发言总共加起来7分钟，对吗？结果呢，我刚刚讲到，条文念完保留，条文念完保留，条文念完保留，大家可以去看影片。所以我们为了阻止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不阻止会出事嘛，所以我们干嘛提散会？我们就说对不起，我们要散会，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要讨论啊，因为要优先处理嘛，所以我们提散会，他们就要主张要不要散会。没有，黄国昌每个都举手说拒绝散会，好，拒绝散会。那没办法嘛，我们人比较少嘛，就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我们提了40几次嘛，我记得是44次还是40次，然后就被他们剪成影片，说我们不断的提散会在干扰议事，这完全是造谣嘛。我们是为了要进入讨论，所以要散会。这跟傅昆萁的不一样嘛？那你说了，傅昆萁不是也提散会吗？那是不是你散会都没关系？为什么傅昆萁散会就有关系？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傅昆萁要提散会吗？傅昆萁提散会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的版本送进来了，民进党的版本送进来了，然后钟嘉宾、赵伟把他提案拿来讨论，说好吧，虽然国民党的已经被抽出去了，但没关系，我们还是讨论一下民进党的版本吧。然后他们就举手，我们要散会结束。OK 吗？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嘛。这这为什么可以叫做委员会中心主义？那个主张委员会中心主义的黄国昌，请问你可以认同这件事情？我不要讲他认不认同啊，他根本就是里面的一员啊，他就是阻止委员会中心主义的人。